美国国会激烈辩论如何看待一个中国政策。参众两院这一场鸿门宴里边，谁才是被算计的那位？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6月27日，美国的一个智库昆西研究所2名研究人员还是俩高管发表一篇文章，说美国国会正在围绕与中国开展这个竞争进行激烈讨论，而且呢，这个竞争的议题还挺敏感，就是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到底要不要坚持。参众两院呢，关于这个一个中国的相关立法态度还不太一致。参议院的法案呢是说了一句不违反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但是说归说，心口不一啊，就是老想着鼓励跟台湾搞一些官方联系、正式的这种活动。而众议院的法案强调的是跟中国要保持加强合作，中美两军要加强沟通，避免误判，避免冲突。虽然呢也说了不能让中国赢得竞争，取得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但是呢态度温和了很多。关键是提出不能够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很有意思的是，众议院这个比较温和的法案，反而名字比较硬派，叫做英法。所以呢，昆西研究所这俩高管在文章里边说了，说如果整个国会呢能够更加尊重众议员的意见，而不是听参议院的意见，那是好事儿。如果整个美国国会跟随的是参议院的意见，那非把中国逼急了不可，到时候谁都没好果子吃。有意思的是呢，就是这个昆西研究所一直是呼吁对中国保持一个比较友好的态度。他们甚至还专门写文章公开揭露过台独势力在美国怎么花钱收买了5个著名的智库，包括那个什么哈德逊智库，他全骂了一顿。他们认为中国就不是美国的敌人，也不想威胁美国，大伙儿一起做生意挣钱比什么都强。这个智库呢也是美国的理中客了。其实美国国内的这种争论呢，与其说是两党之争，还不如说是鹰派和理性派之间的争论。因为如果是两党之间争吵的话呢，那么参众两院呢都是民主党的意见占优势因为参众两院多数党都是民主党，按说呢两院的观点差距不会太大，所以可能还是参议院里边鹰派多了一点，众议院里边呢是鸽派多了一点，所以他们的这个结论呢不太相同。另外呢，两院的意志不同呢也是一个平衡就是让美国能够拿出一个强硬的态度来，然后呢又摆出个悬而未决，既是一种威胁，同时呢又留了余地。另外我们还考虑到一种情况，就是美国鹰派一直非常不满意他们的新总统，他们觉得这个新总统对华态度太软太怂，就逼着这位新总统对中国要强硬再强硬，制裁再制裁。民主党里边就有这样的人，共和党里边恐怕只会更多不会更少。美国的鹰派尤其不能够容忍这一届总统的任期内中美关系有什么良性的发展，不能够容忍美国通过和中国改善关系获得什么好处，因为如果是总统跟中国改善关系，让美国经济有好转了，那就证明过去几年的极限施压全是错的了。所以这些鹰派只能接受一个结果，就是美国强硬态度之下，中国做出了让步，证明以前我们是对的，美国这么获益才行。所以这种法案和争论，一部分呢是用来对付中国的，还有很大一部分呢是用来内斗的筹码。另外呢，我们也能看到，虽然美国国内鹰派的势力是很强大，但是呢，他们自己也知道轻重。当年董王刚上台的时候，就想废掉一个中国政策，结果两党都吓得不轻可见这个政策的分量以及放弃一个中国的风险有多大。不管是鹰派还是鸽派，心里边都很明白。对我们来讲呢，还是要加强警惕。既然美国政客们现在为这个事儿能吵起来，说明他有点缺乏耐心，缺乏理性。我们就要做好准备，万一他们真疯了怎么办？一方面呢，我们是需要团结美国国内的理性声音，哪怕这种声音很小就像类似是昆西研究所这样的。另一方面呢，也要加强军事建设。军事建设是遏制美国发疯最好的良药，也能够帮助理性的声音强大起来。只要美国一天不能正视和接受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美国这药就一天不能停。好，关于美国昆西研究所对国会内部的争斗到底如何评价，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